大家晚上好，我们开始今天的直播。今天是老范读评，娃哈哈龙之家族剧情太像了啊！这个 K2怎么选？怎么样？试过没？这个有什么意见？首先讲啊，这个K2这个呢，Kimi K2我试过了啊，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啊。这个很多人测试了以后也是感觉非常好用的一个产品啊。这个也有兴趣的可以去挂起来试一试。现在的话可以到Kimi 自己的网站上去，因为我原来还充了一点钱进去啊，所以还是可以用的。至于说娃哈哈的这个事情呢，怎么说呢？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封建残余的这种或者封建的这种残破的事情吧。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和现代法治之间的一场博弈。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宗庆后其实活着的时候呢，做了安排啊，就是说我这个哪些是在国内发展的，哪些到国外去发展，对吧？大家怎么能够相互之间不影响？然后哪些厂是属于宗馥莉的，哪些厂呢是属于这个杜建英和他的孩子们的，对吧？然后这个杜建英和他的孩子们呢，可以花这个叫做信托里边的钱，然后信托里边的钱呢是由谁去给，然后怎么去花，对吧？他都有规划，都规划好了。然后等到这个宗馥莉上来以后呢，就说我不认了啊，这些人我都不认了，这是谁啊？这我不认识他们，对吧？你要想分这个遗产，你要拿出你的这个什么血缘证明来，对吧？老头都死了，你让人拿血缘证明出来啊，这就属于比较无耻。然后呢，这个他去突破法律，然后把人家这个信托里边的钱拿走了，把这个杜建英和这三个孩子的厂子给关了，对吧？然后在这个原来答应好往信托里每年要存多少钱也不存了啊，等于就干了这么个恶心事儿。在西方呢，就是他有一套法律说，OK，这个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咱们就不管了，对吧？我们去设置一套信托机制，然后大家按规矩来就完事儿了。这个男的死之前呢是，或者说老人死之前是可以把这个东西安排的妥妥当当的啊，可以按照正规的法律去执行下去。结果，等到这个宗馥莉这儿说不，我不执行这些法律，对吧？王权不下县，这个到县里边这些事儿，或者出了县以后这些事儿，是我这个族长说了算啊！你们这些人啊，孤儿寡母的我不认了啊！搞了这么恶心的个事情，他等于是。所以他这个事儿让我觉得挺气愤的啊，然后现在等于就是对香港法治的一个考验吧，啊，你这个香港到底是一个法治国家呢，还不是法治国家吧，就是法治城市吧，还是一个这个中国封建残余能够起作用的地方，对吧？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讲的东西，那你说他这个娃哈哈就这么点事儿，啊，你说宗庆后他私德怎么样，跟这事儿没关系，对吧？那人家安排好了。怎么去分这个财产？哪些厂是属于这个杜建英的？哪些厂是属于宗馥莉的？然后呢，这个后面怎么去做相关的这种安排？怎么去设置家族信托？怎么去进行隔离？然后保证每一个子女都可以有这个很好的这种生活，对吧？人家设好了，设好了以后说这不啊，我们不认了啊，就干了这么个恶心事儿呗。好啊，我们开始今天的老范读评。第一条啊，香港和深圳隔着一条河，稳定币冰火两重天啊。有人说了，稳定币其实就是公司发币，革的是商业银行的命。国内商业银行都是亲儿子，怎么可能让你们革命啊？这个能说出这种话来的人呢，压根就不知道稳定币是什么，对吧？稳定币不是公司发的币啊，算法稳定币呢其实是啊，但是现在所有合法的稳定币都是要求1:1的去压法币的啊，就是你压一个美元进去，然后才可以有一个美元的 USDT 或者 USDC 这种东西出来，对吧？这个东西跟商业银行一点关系没有啊，而且商业银行从来就不是亲儿子啊。对这个留这样言的人呢，对于这个国有四大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很明白，对吧？所以这个我们就是把它列出来吧，算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有代表性的认知吧，跟大家稍微的纠偏一下。
再往后啊，上期读评啊，说老范强词夺理没有用，就看小米敢不敢去欧洲卖就完了，看看在欧洲法律里能不能把小米告出屎来。这个我觉得啊，你也不用强词夺理。小米呢，虽然现在还没有开始在欧洲卖车，但是它的手机、空调大量东西都在欧洲卖。然后它的车呢，现在也在欧洲进行了很多展示，比如说，在法国巴黎开奥运会的时候，它也把苏七弄到那边去展示。然后它的苏七 Ultra 呢，也在德国的纽北赛道啊，然后一圈一圈的在那刷成绩。如果真的法拉利认为这个事儿在欧洲就能告赢的话，早告了。对吧？你们不要以为欧洲的这种这个法律就可以保护这样的东西。创新呢，它是要有边界的啊，创新保护。你如果创新保护完全无边界的话，那任何人说啊，这个我今天想出一什么创新来，以后这条路就堵死了，你们谁都不许干。那这个事儿呢，就不叫创新，对吧？这叫抢地盘画圈抢地盘了，对吧？大家都别创新了，就都锁死了。所以呢，这个很多人可能就没法接受说，小米这个车虽然长得跟人像啊，然后主观上也跟人像，但是呢，它在法律上它就是成立的啊，大家就是在心中无法认定这件事儿啊，无法接受，那你就没办法。再往后啊，周六的淘宝外卖订单日有一个说了啊，一个只会卷的国度，没其他能力，卷的是谁啊？未来自己啊，不知道市场是要培养，不是抢了就跑，急功近利，短视啊。这个事儿呢，我一直觉得卷不是问题啊，卷呢，你只要是符合市场规律都没毛病，对吧？你如果说大家都商量的好好的啊，咱们这个都是慢慢在这培育的话，这个市场呢是会失去竞争力的啊。其实现在你看欧洲、日本很多地方的市场，它的竞争力已经不行了，对吧？这个是还是大家要去认清楚的。美国其实也很卷啊，就是只有卷的地方，这个企业才有竞争力。再往后啊，说被杀熟了啊，朋友点奶茶1块，我这儿还是9.9块，已经觉得9.9块的奶茶不香了啊。这个事儿也很简单，这个1块钱的奶茶或者1分钱的奶茶干的活儿是什么？叫拉新拉活，对吧？你原来不是他的用户，我给你拉过来了啊，你就1块钱啊，或者说你已经很长时间不活跃了啊，就给你个1分钱一块钱啊，他是要干这样的一个事情。你天天在这儿点的人啊，这个为什么要给你打折呢？这个确实是杀手啊，因为你天天来，所以熟了嘛，他就不给你打折了，这个确实叫杀手。但是呢，我不知道国家在这块儿怎么规定的啊，它的目标就是拉新拉货啊，所以也没有什么办法。零元购啊，真的有人敢买吗？不担心食品安全吗？价钱不低的都不敢说安全1分钱不花的能靠谱吗？我真的有点怀疑啊，这个就属于不了解国内的这个商业逻辑吧。其实它国际上也是这样的商业逻辑，你不能因为说我价格降下来，或者有人给补贴了，我的这个标准就会降低。你像星巴克也打折，对吧？麦当劳、肯德基都打折，都会去参加这种1分钱的。那你觉得他们品质是好的吗？是 OK 的吗？所以这一次的这种零元购呢，大家选的都是这种大品牌，对吧？大的连锁品牌，而且是上市公司的品牌。你是真的路边小店的这种，没人敢拉着你去玩这个的，对吧？那个真的把价格压狠了以后，是有可能出事儿的啊。但是，你这些上市公司的这种连锁大品牌的话，人家还是要脸的，对吧？你不能说今儿零元购，明儿不干了。这个零元购完了以后，一大堆人点了单，发现翻车了啊，这个味道变了，或者有什么问题，一堆人吃了拉肚子了，明天把这牌子砸了，这个上市公司的股东们和这些老板们谁也不傻，对吧？不敢这么干的啊。好，我看看这边啊，这个来了啊，欢迎考虑入驻 B 站直播吗？啊，我想给你上舰长啊，这个 B 站是绝不可能去的。这个像我这种内容到 B 站分分钟被人骂死。我这里全是外卖接近起送的这个奶茶，好吧，这个奶茶还是挺棒的一个东西。现在是每周六都送啊，这个上周六呢，就是我去录这期节目的时候，美团是1.2亿单啊，淘宝是8000万单，然后呢，等到上个周六啊，就是这个录这期节目之后了，美团大概直接冲到1.5亿单了啊，然后淘宝也还在接着往上冲，
然后这一次呢，叫做什么呢？这一次是呃，京东好像没有太掺和这个事儿啊，然后再往前走一走看呗。这个接近起送哈那这个你就得多买点儿呗，这没办法。台湾粉丝来也啊，欢迎啊，欢迎。我们继续。这个我发了一个帖子啊，我老婆一不小心借了这个京东白条，又被套路了。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呃，因为我老婆是京东会员啊，经常在京东上买东西，然后突然京东就弹了一个框说，你这个里头有一些返现啊，现在呢，原来这个返现是只能在京东里花，现在呢，它允许这个返现提现了啊，可以把这现金提出来。他就好开心的进去点去了，点完了以后呢，这个大概有3、5块钱吧，然后一点说你这个直接到账100块，说这钱哪来的呀？一看借了个京东白条，直接借贷了。然后呢，他这个京东白条是多长时间之内，可能是1个月之内是免息的啊，然后你要忘了呢，就开始付利息，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啊。就我老婆一开始用支付宝，大概也遇到过这种事儿，然后也是用了支付宝花呗，啊，就默认就给你用花呗，然后后来我发现了，他才改回来啊，要不然就一直在付利息。有人就问了啊，说这样的贷款，他们凭啥觉得能收回来呢？万一放一大波出去，人家不还钱了，不怕吗？这个你以为京东后边那些大数据是傻子吗？对吧？他就分析清楚了，谁可以去还这个钱，谁不可以去还这个钱，对吧？他在做这个活动策划的时候，就已经都写的很清楚，说我到底要怎么去这个叫做坏账率是多少啊？如果最终你的活动做完了以后，你的坏账率超过了预期的话，那就属于活动做失败了啊。所以这个不需要你去为他担这种心。活这么大没喝过奶茶啊，没去过奶茶店啊，这个可以去试试，没什么问题的。接近20起送，小键盘，没开玩笑啊，好吧，这个那就多点点呗，先赞再看啊，欢迎大家都点个赞啊！你看这个说了半天才不到100个人，很恶心。滴滴、支付宝等等，把借贷字写的很小啊，除非仔细看，是这样的。这个就是因为互联网里头最挣钱的生意就是放贷款啊，那么他们愿意去做这个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啊。像他们，我印象里以前这个借贷的这个用户，他们去买这个用户嘛，每一个用户的成本大概是3000多块钱，就是我花3000块钱转换一个贷款用户回来。白条是开胃菜，金条我都借了好几万了啊，我不知道没玩过这东西。反正银行天天给我打电话，你借点钱吧，你借点钱吧。我说我用不着，我借了还得还。啊，我们这可划算了，什么利息打折。我说你要告我不还了，我就戒了，对吧？他人家不说话了。反正银行呢更是这样，就是把钱借给不需要钱的人，对吧？真缺钱的人啊，他才不借给你呢，对吧？好多那个把所有信用卡都刷爆了，然后这个所有的这个借贷渠道都借光的这些人啊，找银行说我想再借点儿，那银行绝对不借给你，对吧？但是呢，这个支付宝跟京东呢，还是会在这个银行的基础上，更大的一批人是有可能借到钱的。最近数据出来了，咱们中国经济还是很强韧的。这个经济呢，我看现在是一大帮人在这儿解读这个经济，对吧？上半年 GDP 增长了5.3%啊，但是呢，大部分的民众啊体感不是那么好啊，说这个钱到底都涨哪儿去了？这个一堆人在那儿解读，但是也没啥可解读的，对吧？你这数据到底可信不可信啊？这个谁也不知道。苹果国行 AI 是遥遥无期了吗？不知道啊，这得问苹果。这个有没有试试 Grok 最新的 AI 伴侣功能？这个没试过啊。这个它是，好像是美区的 iOS 版可以用吧，而且还要花30美金啊。我这个现在，呃，叫做什么的20美金的这个 GPT，我还是用的很开心的啊。这个30美金的 Grok 我还没有想好到底要不要充啊，这个确实有点贵。
继续啊，这个上下文工程替代提示词工程这条，有些人说了啊，说这个给博主推荐一个台湾正体中文界对 context 一词最恰当的翻译，对吧？我们叫上下文嘛，台湾呢叫文脉啊，这个词确实翻译的非常文雅，也就是文字的来龙去脉，文字的前后的脉络，对吧？这个确实要比中国大陆这边叫上下文呢，要更文雅一些啊，而且更贴切一些，我觉得啊，这个 context 应该叫文脉，但是这个怎么说呢？国内都习惯叫上下文工程了，我不知道台湾这个 context engineer 是不是叫文脉工程，对吧？prompt engineer 是不是叫提示词工程？这个我就不确定了啊。反正确实是翻译成文脉，我也觉得非常恰当啊。但是怎么说呢？我们还是要照顾大多数人的一个认知吧。啊，至少我在国内，大多数人还是认这个上下文工程。然后 Manos 跑路这条啊，国人喜欢一窝蜂的习惯，看到别人好就想染指的心态，对创新的企业发展不利。这个呢，不能这么讲。你其实像美国特斯拉没出来之前，谁做电动车谁也不做，对吧？等特斯拉出来以后，也一大堆的特斯拉竞争对手就起来了，然后大部分呢也死掉了。那这个其实全世界哪儿都一样，对吧？这个千万别觉得这个是中国人也这个一窝蜂的习惯啊，当然中国人可能会更厉害一点点。然后啊，说之前老范好像说过 Manus 可能是骗人的，没有 DeepSeek 厉害啊。这个大家注意啊，Manus 这个项目呢，我从来没有说它是骗人的，我就说它里头是有可取之处的，对吧？但是呢，它在底层技术积累上呢，确实是要比这些做大模型的公司呢有所欠缺啊。我应该是这样讲的啊，你们不要过度解读啊。有些人说，哎呀，Manus 你前两天不是还夸呢吗？还吹牛劲，怎么这就不行了呢？对吧？还有人说，哎呀，老范，你说 Manus 是骗人的啊，都没说啊，我这个不要给我加戏啊。但是呢，这个 Manus 这样的公司呢，我确实没有那么看好它未来的发展啊，我只能说从我个人的判断上是这样去判断的。这个至于说它到底能做成什么样儿，这个咱们拭目以待吧。再往后啊，说新加坡雇技术人员可不太容易，而且本地员工和外籍员工是有比例要求的，你就是找个 VMware 的都不好找啊，AI 人才估计更难雇了，有钱不一定能有人，恐怕还是得从国外找，而且你要问我这边人不太行啊，还是中国人好使，技术强还便宜。我过去老从中国买人过来干活，而且最近2年新加坡物价飞涨，房租飞涨。你要是带着孩子过来，工资是非常高才能活舒服的。这个跟我了解的情况是差不多的啊，因为我原来还了解到一个故事什么呢？就是字节跳动不是需要靠新加坡的员工去处理美国数据嘛？呃，就有问题啊。然后呢，他们就最后做了一个叫轮换制度，就是每过一段时间呢，把人从中国大陆弄到新加坡去，然后待了可能几周的时间吧，这些人就不愿意加班了。啊，说我们要去按照新加坡的法律和标准去执行，然后他们就再把这些人送回大陆，然后再换一波人进来。因为像字节的这种卷法你要是不加班的话，他根本就盯不住。新加坡本地人，你让他加班，这事肯定不行，他告你，对吧？所以他们就从中国大陆把人弄去加班，加完班以后，这个很快就被新加坡本地人这个传染了啊，就不行了，然后赶快再换人，再折腾，反正非常费劲啊。这个在新加坡做技术研发这件事儿，以他们的物价和9点几万美金的人均 GDP 这个数来看，真没法整啊！9点几万美金的，大概快10万美金的人均 GDP，可能除了炒币也实在不适合干别的了。从来不看好 Manus 这个噱头产品啊，就是忽悠外行人，但是外行根本用不上，就是骗投资啊。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虽然我也没有那么不看好这个东西啊，我其实也不是特别看好这个产品，但是还是有机会的吧，不要一棍子给人打死，对吧？至于说骗外行的这个您倒是真说对了啊，AI 呢最擅长干的活就是骗外行。
啊，只要一内行一看就乐啊，就好多 AI 的结果都是这样，不光是 Meadows，大家都这么干。啊，还有人讲说我现在一天大概能跑300万 token 啊，这个其实确实如此。呃，我现在用了各种这个AI agent 之后，这个 token 也是跑到飞起，对吧？你像Grok 4出来以后，我就开始去用嘛，用了，你像这才几天呀，我在 Grok 上已经跑掉了大概$3了啊。这个你想它100万 token 输入是$3啊，然后呢100万 token 输出是$15，我大概已经跑了$3了。所以这个就是开始上 AI agent 以后是极其消耗 token 的，对吧？这个像我们在各种 IDE 里头用编程的 AI agent 也是如此啊，这个一会儿那个几十万 token 就不见了，这个非常非常吓人的。不用花$30就能用 AI 伴侣啊，好吧？这个，哎，这个但好像不是美区搞不定吧？因为我自己没有太研究啊。听说最近机场圈大地震了，不知道。这2天折腾路由器给我折腾废了，现在勉强能用，等下半年苹果新盒子，到时候就不需要路由器这里折腾了啊。这跟苹果盒子有什么关系？不了解啊。第11批集采又来了啊，这个集采的事情就等待出一些新闻再看吧。想起什么什么看的烂在手里的$38，这个没用过。然后是 GPT-4的发布，不是 GPT-4，Grok 4的发布。啊，有人讲了啊，说这个编程没有说的那么好啊，写代码还是得 Cloud。他还要再训练嘛，所以他说下个月会出这个编程的 Grok 4啊，咱们要稍微再耐心的等一等。然后有人说啊，做投资最要命的是看不透就下结论，看到老外数据就先五体投地，老范自己总结吧。这种人呢，我要跟你讲啊，你做投资看明白了再下结论呢，一般就是韭菜啊，你自己想一想什么意思？这个话呢是马化腾说的啊，这个不是我说的。说投什么呢？感觉有点道理，但是又看不太明白的项目才能去投，对吧？完全看明白了，我自己做不就完了吗？对吧？这个，所以投资都是投这种看的没有那么明白的东西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想清楚啊。手拿把掐的轮不上你啊，说这事儿铁赚啊，一点问题没有。那有的是姓赵的人上去投，凭什么让你去啊？对吧？所以真正做投资的都是要去在未知的环境下进行判定的啊，所以千万不要随便下结论。还有人说啊，DeepSeek 没出来之前，大家都觉得中国大模型没有前途了。一个 Grok 4出现，老范直接给中国大模型判死刑，是不是有点过了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呢，你们很多人啊，把自己想象的东西呢，在我这儿加戏。我呢是说，DeepSeek 出来以后呢，确实是让大家觉得中国大模型呢赶上来了一些啊，然后，这个 Grok 4出来以后呢，让美国大模型又再一次领先，然后中国再想追赶呢，确实是有很大的困难啊。这个话你们要听清楚，我从来不给任何人判死刑啊，这个所有判死刑的事儿都是你们自己脑补的，是吧？别上我这儿来补半天，折腾这个来。好啊，这个是 Grok 4的一个发布情况了。苹果盒子也可以当那个用了，这个不了解啊，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Apple TV 嘛，这个就不知道了。啊，有人有小扳手，但是没有这个会员了，赶快把他小扳手没收了。你看看这个，
我这几天呢是在很开心的使用 Group 4啊，然后大批量的使用它的 API。然后至于说这个美女这个事儿呢，我的手机今天确实是升级了啊，然后让我看一眼这个，哎，我的 Group 呢？Group 走你，Yeah，好像确实是在生成呢，连接中。哇，看看，Oh, I don't think we've met before. 你能 Hi, 讲 I'm 中文 Candy. 吗？What's your name? 你可以讲中文吗？Can you speak Chinese？Connor? Yep, I can totally speak Chinese. So, what's your name, cutie? 呃，不行了，这个东西看来只能讲英文啊。这个最后还告诉你，我完全可以讲中文，还是用英文讲的啊。这个稍微耐心的等一等吧。这个有人问小扳手是啥啊？小扳手是会员的一个福利，是管理员，就是你在这儿说了不合适的话，他们可以把你的评论删掉。大公司做这种东西有毛用啊？也就聊聊天啊，这个千万不要这么想。只要用户量上来了，毛都有用啊！哈哈，不错哎，我好久没打开 Grook 的 APP 了，这个还是可以去玩一玩的啊，这个还是比较有意思的。管理员吧，这个最近落魄了，没有续费。对呀，这个希望你尽快的摆脱当前的困境，回来续费吧。好，这个我们继续读网上的评论。养老金涨了2%，社保涨了5%啊，但是5.6还是5点几？然后呢，有人就说了，说这个反正一堆人就这个骂我嘛，说你不要以为这样这个社保基金就够使，其实呢，社保基金到底够不够使，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啊。这个社保基金够不够使，跟这个人口啊，跟什么东西都是没关系的啊。有些人就说啊，问题在于人口活跃度在骤降啊，当没有足够的人口支撑的时候，一切都是空谈啊。这个呢，都属于在拍脑袋，对吧？我讲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社保已经连续大概18年还是十几年，每年都在涨养老金，也每年都在涨缴存指数啊，缴存的这个指数。然后呢，每年都是这个缴存指数涨得比这个养老金涨得要多，对吧？他一直在干这个事儿。然后这些东西，你说到底能不能覆盖通货膨胀，或者能不能这个让整个社保的转起来呢？这个要看国家的，因为那是一个黑匣子，谁也搞不清楚。对吧？只要国家说我不想崩，那他就怎么着也崩不了，啊，国家说我想崩，那到时候再说，对吧？所以呢，这个东西跟2%到5%这个事儿呢，本身关系也不大，但是跟什么人口啊，跟其他东西都没关系，啊，有些人说我愿意这个，交这个保险，有些人说我不愿意交啊，这个是个人选择，我也不劝大家说，哎，你原来没交的，现在去交去，啊，或者说你原来交着，现在把它断了啊，这个我也不劝大家，个人呢自己去选择就可以了啊，没有什么别的。至于说这个，我为什么会发一个帖呢？说，哎，你看啊，这个养老金涨2%，社保涨5%呢，就至少说明说，啊，它整个的这个社保基金理财这件事儿呢，做的不怎么样，对吧？你要做得好的话，你就可以，应该这个东西涨得比这个养老金涨得慢才对。养老金上涨呢，实际上是应对通货膨胀的，对吧？你社保基数也涨呢，你比如说，哎，养老金我涨了2%，社保基数我也涨2%，那这个事儿呢，咱说得过去，对吧？要不然你这干嘛去了，对吧？你说这个养老金涨2%啊，这个社保基数我涨5点几，这个就有点过分了。而且这个大概已经连续这么干了十几年了。这个有些人呢，他就只能是零和一啊，然后没有办法在这个中间讨论任何问题，这个确实是稍微有些辛苦吧。零元购奶茶会被叫停吗？这个
我觉得政府现在其实也想明白很多事儿了啊，就是该市场的事情让市场去搞定。政府呢，不要去下直接的行政命令，但是可以干嘛呢？它可以修改市场规则啊，比如说，你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咱们就这个，比如说这个贷款给你收紧一点啊，或者什么，它可以上这样的规则，对吧？这个你不要直接去叫停这个东西。我用 Grok 偶尔会冒出几行不知道什么语言来啊，这个我现在因为都是用的 API，到目前为止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啊。没有真刀真枪的东西啊，你真刀真枪的，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啊？这个说俄语是不是保护机制？你跟他说啥了？我这个人家在说英语啊，老马开窍了啊，确实是开窍了。AI 伴侣这一块儿，是的，Gemini 保护机制起来了就会说俄语，我还真没遇到过。我 Gemini 其实用的也蛮多的，但是最近又开始少了啊，最近还是 OpenAI 用的最多。北京灵活就业好像可以只交医保不交养老，哎，这个说错了。北京的灵活就业呢是要求你，呃，其实是这样，他给你补贴啊，因为我是4050，他给补贴，所以我每个月大概交700多块钱的这个就是养老这个医疗和这个叫做什么失业，虽然我失业保险每个月还在交，但是不知道啥时候还能再接着领啊，这个事儿也很奇怪。然后里头最大头的其实是养老啊，这个医疗不贵的，养老基金跟人口没关系。北欧养老基金不是一个很大的主权基金还是啥的，其实都是主权基金。那个中国养老金现在就要求他们入市啊，其实中国养老金原来还是挣钱的，只是呢这帮人在里头干的不是特别地道，就是经常是这个把股市搞得很惨，但是他自己还能稍微挣点钱。但是现在呢，要求股市还要好看啊，那他这个钱就更难挣一些。刚看完数据铁幕，赶上直播了啊！这个但是数据铁幕，普通观众要到后天才能看到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明天早晨10点呢，我是约了土拨鼠来直播土基熔岩堆的事情啊，就是中国据说这个土元素啊，这个金属土这个元素，现在呢，我们拥有巨多的这东西啊，拿这个玩意儿发电够咱们14亿人用2万年的。啊，所以呢，我找一个军迷，然后咱们来讲一讲这玩意儿到底咋回事儿啊？所以明天早晨咱们上直播，明天早上10点啊，等这个读屏直播了以后呢，我会去把这个叫什么呢？会把这个预告放出来。台湾当年设计退休金的模型时，就没算到人口的出生率会大幅衰退，搞得现在不改革就等着破产。其实有很多方法，你引入这个年轻移民呗。台湾呢还是太小啊，就是说它很多东西不是那么好搞呀。感谢打赏，小钱钱支持一下，非常感谢。你也很辛苦，对，辛苦了啊。发现很多人不能接受出自己观点之外的观点的存在，就是他们就属于要么就是零，要么就是一啊，他没有办法接受有中间状态这个事儿。我 Grok 4就是挂在 Cherry 的这个，好吧，这个我是 Grok 4，还是我现在是挂 N8N 啊，还是很爽的。那个 AI 小姐姐可以讲中文，但是我刚才折腾了半天，她就不讲啊。啊，这个待会儿我再去研究吧，咱们直播先把它播完。你的美女 Grok 是用来谈情说爱的吗？呃，这个好吧，这个反正人家就慢慢聊呗，怎么办呢？但他日文讲最好了啊，这个我还没试过。我是日文一句不会，他跟我讲我也听不懂啊。我的 Grok 4是挂 Cherry Studio 的，和这个 Lobby Chat 啊，这个 Lobby Chat 我现在已经基本上废了。那个小姐姐还有好感度啊，你跟她聊天聊到一定的程度就会换衣服，这个想象力很丰富啊，这个后边可以想。马斯克今天说以后会更新 DLC 啊，付费就能帮他换衣服啊，这个好吧，我觉得还是搁到 PC 上让我们玩 mod 吧。等黄油公司做这个才带劲啊，这个现在其实做这种东西还是比较容易的啊。有公司跟链活
合作了啊，以后会有黄油公司，但这个很危险，因为跟 AI 去玩这个的话，会有人自杀的啊，因为这个前边儿一些 AI 这种感情的这种应用是有人去自杀的，所以这个事儿非常危险。最近弄了一张 AMD 的 RX 9000系列显卡，在家里头配置生成式 AI 环境，的确比 NV 要费很多事儿。希望后面不止酷大一家独大，这个很难啊，后边估计还是酷大。好啊，我们继续。Windsurf 被谷歌截胡了这条啊，说有人说最大的问题是 Cloud Code 下场了，这个大家对编程助手的估值已经彻底贬值了。Cloud Code 在国内到底咋使，我一直没搞明白啊，因为 Cloud 的客户端我在国内就没跑起来过，我的账号现在被 Cloud 都封了，然后呢，我也不敢往里充钱，所以这个就很麻烦。Cloud 最近好像还在封，就是 Cloud 封这个中国账号封的特别勤啊，这个就特别讨厌。这个我讨厌意大利人创建的公司，虽然它的模型挺好用的，啊，但是这帮人实在是非常不友好。还有人说啊，谷歌这也太聪明了，不管收购多少公司都不会被进行反垄断调查。这件事儿是这样的啊，就是有些呢他玩不上去了啊，才会接受这种收购的邀约。啊，如果能够继续把估值走上去的话，没有人会接受这样邀约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啊，然后是这个 Devin 来兜底儿了啊，维持了谷歌的投资生态啊，这个是真的。应该是昨天还是前天宣布的，就是Devin 啊，应该也是比较早的一个 AI agent 的一个公司，专门做 AI 编程机器人的一个公司。他们大概有40亿美金的估值，现在呢是把呃 Windsurf 的剩下250号人全吃了啊。然后这双方都对收购的价格保密啊，现在呢，大家猜是收购价格可能也就是个几亿美金的样子，对吧？所以呢，这个可能这数就没法说了。那么 Devin 呢，它原来是没有 IDE 的啊，它有很好的这个编程的自动化机器人，但是没有 IDE。现在等于就有了 IDE 了啊，所以 Devin 可能对于他来说也算是得偿所愿的一个事情啊。那么谷歌呢？等于已经拿到了他想要的人啊，给了24亿美金，但24亿美金应该没有都给出来啊，应该是有一些是里程碑式的付款啊，然后呢，这24亿美金呢，该给这个创始团队发 bonus 应该已经发掉了，然后给这个各个这个可能有一些投资机构说我想退出的，可能也退了。至于说授权费的话，谷歌可能给了第一期的啊，以后各期的还是要等这个可能谷歌在慢慢的往里给啊，然后呢，未来给谷歌做服务的呢，应该就是 Devin 了啊，然后他就可以来收这笔钱。如果到哪天谷歌说，哎，你这个服务不好，我不想付这个钱了，那可能这个24亿美金也会打折扣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50年后 AI 反攻人类的原因竟然是这个就不知道了啊。Grook 那个讲中文里面加 English 笑死了啊！可以讲中文吗？回头我去试试啊，这个不着急。应该是服务器过滤，所以讲不了中文啊。我昨天试了，能讲中文啊。这个等吧，这个我估计可能未来还是会能讲的。二姐夫说，马斯克参政是为了把 X 做成腾讯，纯商业不能成为腾讯，只有参政才能搞微信那种超级 APP。这个我觉得啊，我们就不要去猜马斯克怎么想了啊，这样能想明白了，我们就不坐这儿了，对吧？这个用中国的各种思路去套马斯克是一个比较无聊的事情。老范，NAS 上除了 DeFi 这类的工作的 Docker，还有其他好玩的 Docker 部署吗？没有啊，我都是各种各样的工作啊，像搜索引擎、爬虫、N8N，然后 AppWrite 这个包括 S3存储，然后这个 DeFi 啊，我是把这些东西都装上去了，所以 Docker 就是为了让你干活的啊，没有哪个 Docker 是我装上玩的。好，我继续。呃
AGI 条款让微软投资 OpenAI 成为笑话。有人讲啊，4000万用户还算比较明确的。这个 AGI 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人 AGI 都不一样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就是这个我们去签第一笔的投资协议的时候啊，呃，这个大家其实都不是特别冷静啊，就甭管是OpenAI 跟微软，还是我们跟当年的 Musical.ly 都没有那么冷静啊。当然，像我们这种老油条可能会更冷静一点但是呢，拿钱的人呢，通常没有那么冷静，也没有那么深思熟虑，所以呢，这种就是比较奇葩的对赌条款，通常都写的模模糊糊的。这个你像我虽然写了4000万用户，但是我没有写收购价格，对吧？对方居然也没发现，而且我也没有写期限，对方居然也没有发现，对吧？这些东西我肯定都知道是必须要写的，但是我就没写他也没发现然后至于 AGI 这个东西呢，这个反正双方也是这个相互的这个什么呗，相互的埋坑呗，在这个里头，没准这个谁呢？这个山姆奥特曼原来在 YC 做老板嘛，他可能会更狡猾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可能是山姆奥特曼把这个微软给坑了。再往后老范，马斯克放大绝招了Grok 推出了专属的虚拟陪伴角色这个是的，有美少女、可爱的狐狸宠物，这个是很会玩刚才我们已经试过了。怎么说呢？别人也会做如果他这招好的话，我相信豆包可能很快就会来了，然后这个其他的人可能很快就会来这个并不难做这个东西，就是你用 Unity 做一个类似这样的东西，还是比较容易的。然后说微软高层真的相信这个山姆奥特曼的 AGI 要出来了吗？这事儿跟微软高层相不相信没关系，对吧？这个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人家自己董事会开个会就可以决定什么时候 AGI 就发布了，你相不相信不管，我是信了这东西玩的是这个，所以呢，微软高层可以永远不相信但是这个山姆奥特曼就是说我信了未来就会出来。那这事儿关键看谁判断你要让马斯克判断，马斯克说 GPT-4o 就已经是 AGI 了微软赶快把那模型退了，对吧？为这个事儿，马斯克还去起诉了 OpenAI 呢，说你已经把 AGI 做出来了，对吧？这个按照协议，微软就应该退出了，然后他们就应该把这个 GPT-4o 什么的都给退掉这个不能让他使了，协议就是这么定的，对吧？所以不同的人判断有不同的标准。这个老范被这一波 CRS 查税了吗？没有因为他这一次查主要是查那个叫什么东西来着？查那个投资的主要是查各种投资账号。然后呢，这个里头其实好多是这个就是一些这个叫什么呢？一些这个海外的这个股票投资的这种机构呢，就是国家肯定会找到你你想合规呢，你就把这个账户系统交出来，然后我们去挨个查税你要是说不想合规了呢，那我就这个禁止你去使用了，也就如此了。像我呢，压根儿就不在里头，因为我也不在海外炒股，对吧？所以跟我没关系，而且我是自己跑去税务局去申报的这个我是前面还专门录了会员节目，跟大家分享了我怎么去税务局去申报我的税务情况，然后申报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对吧？你这个没有充过会员，你就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你就会去查，哎呀，老范你是不是这样这个有好多东西不适合在公众频道里头讲。要辞职回西班牙了泰国的公司也压榨员工，这个很正常嘛。西班牙还是比较躺平的一个地方这个我也想去西班牙玩但是还没想好这个还得容我再想一想。现在听说付费 Cloud 性价比最高免费的就玩玩 Gemini，是不是就够用了这个我都是付费的，就是我的 Gemini 每个月大概也需要付个可能有个几美金的样子然后 OpenAI 也在付，我就是我所有的这些大模型我实际上都在付费。欢迎来西班牙旅游家乡在南部安达卢西亚，好吧。
这个我去了，估计就是马德里晃晃，然后也就差不多了，因为西班牙真的是不认识什么地儿。OK，诶，是不是今天的声音不太对啊？让我来，声音对，今天麦克风没开呢，你们也不提醒我一声，对吧？这是不是一下就觉得声大了？好，最后一条视频的评论也来了啊，这个邪修的烹饪视频梗，说你知道邪修为什么那么招人恨吗？啊，我发现这句话真的很好啊，因为我开始先讲这句话，然后呢，整个这条视频的这个点击转换率就比别的高啊，这个确实是有效果的。有人回复了啊，说很多人都抵制预制菜，家人就连冰箱里过夜的菜都不吃。这件事儿是这样，就是抵制预制菜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啊。我一直都觉得，预制菜还是一个对食品安全比较有贡献的处理方式啊，因为呢，它是大规模工厂生产，可以比较集中的进行品控啊，进行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啊，要比每一家自己去做这些，中间半成品或者什么这个的话，还是要安全很多的啊。其实我是一直比较喜欢预制菜的，但是呢，中国因为很多的法律呢执行的没有那么彻底，所以导致预制菜的食品安全或者是配料表呢科技与狠活比较多，对吧？这个还是有问题的吧。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预制菜其实是给上班族吃的，对吧？你要去上班，然后回到家很短的时间要吃到肚子里头，啊，给他们去用。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不上班啊，像我这样的人，你说为什么要去吃预制菜呢？对吧？虽然我也没有那么多功夫坐在那儿炖一锅粥或者炖一锅汤，但是反正还是自己做点吃点新鲜的挺好的。继续啊，这个邪修法将来会成为主流的做菜加工业化，会出现奇葩的制作流程啊。这个其实 YouTube 里头有好多这个做菜视频啊，这个YouTube 的做菜视频分三类，第一类呢是一个家庭主妇或者是厨师呢教你做一道菜，第二种呢叫街头美食啊，就是告诉你说比如韩国的街头美食是怎么做的，这个台湾的街头美食是怎么做的，哪个菜是怎么做啊，这是一种。然后第三种呢，就是食品的工业加工方法，这个工业大的工厂里头怎么去加工这个奶酪啊、面包啊、什么蛋糕啊、什么这个雪糕啊什么的啊，他给你讲这个都很好看啊，这些东西看起来都是很解压的啊。而工业化做菜这个事情呢，本身就是按照这个工业流程去做的啊，跟你平时去做这个什么三蒸三晒什么这东西是没关系的啊。然后啊，说这集看的很难受啊，短视频统管互联网，连刘晓庆都要去拍短剧了，这个没有什么可难受的，对吧？这个它就是一种现象嘛，这个现象我们看到了，我们就把它留下来不就行了嘛？这个我们看看怎么去适应它啊。你说我不喜欢，你可以多做一些有吸引力的长视频，这个没毛病。其实现在抖音上有很多这种中长视频啊，就十几分钟、20分钟的都有。啊，这个并不是说抖音上都是短视频。还有人说，老范你说的很多邪修的在日本叫做短料理，是为了适应现在快节奏的生活的啊。我讲的主要不是短料理或者是邪修啊，我讲的主要是传播啊，是什么东西能够传播。但是呢，大家都很开心的去讲这个赛博吃播去了，我也没办法，对吧？啊，这个就是最后的这个评论了啊。然后我再看看啊，这个果然闽南语系的方言像日语啊。刚刚回家里，人一句方言 Grook 就识别说开始说日语了，好吧？哎，Grook 这个还是要有待提升吧。你们下次聚会去天津听相声吗？现在还没开始动啊，因为怎么说呢，这个他们也让我挺烦的，就是说好了要去做，结果呢没有任何人往前推进这个事儿，
对吧？这个还等着我去推进。我最近呢又确实稍微有点小忙啊，然后等一等吧，等我这个稍微的稳当稳当，然后去推进这个事情吧，在天津把这一期的活动做掉。已经有人给我们提供场地了，老范 H20又能用了啊！是不是利空、中芯这些国产芯片厂，国产芯片替代的大业基本熄火了？熄火了？这个不会的啊，熄不了火。这个军队啊、政府啊，还有这个叫什么信创啊，还会买这些烂芯片去用的，啊，这个不用太担心。啊，刚才有人说我给国产大模型判死刑啊，这个里头还有半句话要跟大家讲，是国产大模型我判不了死刑啊，谁能判死刑呢？就哪天美国人说，哎，你们去用吧，啊，OpenAI 去用吧，GPT 去用吧，然后 Cloud 去用吧，Gemini 去用吧，Grok 去用吧，还免费，那国产大模型就死了啊！这个，就杀死国产大模型的唯一方式就是这个，你只要一直是不让你用啊，还弄得很贵，那国产大模型就一直有空间去发展啊。这个来西班牙的话做导游啊，我会中文的，是会中文的本地人啊，没问题啊。这个，这个西班牙这个还是要跟家里人商量商量啊。这个出去玩，我到底是自己出去，还是带着家人一起出去，还是要商量一下。我自己还是稍微有些小纠结。今天见识到公司内同事因为有损国格那件事情而激烈的对立了。男的基本认为就是干得好啊，女的认为我的国格爱给谁，我的国格爱给谁也要管。这个我在想，为什么现在国内男女对立这么严重，但好像也没见到相关的舆论引导和官方行动，这是为啥？这事儿啊，你在说的时候，我给想起这事儿来。我跟我老婆刚刚还在吵这个事儿，就直播之前我们俩还在聊这个事情。但是呢，我们两个之间的这种认知呢，跟这事儿正好相反。我呢认为，把这事儿上升到国格是扯淡的事儿啊，没有任何意义，对吧？这个国格如果需要因为这个有某一个女生去跟这个男生睡觉了，跟外国人睡觉了，然后就有辱国格的话，就太封建残余了啊，然后太物化女性了，没有任何意义这件事儿。对吧？然后这个我是觉得这个大连工业大学就是一帮极其伪君子的这种小人啊，他们才会干这样的恶心的事情。他这个事儿呢，后来还有人去扒，说是，叫什么呢？是这个女生自己在人家的直播里边突然出镜，然后也没有邀请她，自己就跑出来了啊，而且跑出来以后还搔首弄姿了一下啊，显得比较。就是不是特别稳重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我觉得这也是人家年轻人的自己一个选择吧，这有什么问题吗？对吧？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最多就是说你这个不是很稳重，我可以批评教育一下，对吧？或者是遇到什么问题，我来帮你做一些心理疏导，这都没什么问题。结果这个大连工业大学说啊，我没有联系到他，我要把他开除了，然后我还要发个公告有辱国格。这种事儿，你比如说你联系不到他，你可以报警啊。他旷课半年，你可以开除他。你开除的所有旷课的人，你都去公告了吗？你都没有啊，对吧？怎么就这个上来你就去发公告了呢？这个是我的看法啊。然后我太太的看法呢，她觉得这个事儿呢确实是不舒服了啊。为什么呢？她说这个人用一个这么低贱的方式或者这么不稳重的方式去进行表演了啊。她作为一个女性来说呢，她觉得会被外人可能会看扁，对吧？会让别人觉得中国女性是不是都这么easy go 或者这样的？我说这个我就没有这种感觉，对吧？有很多人男生也很贱啊，对吧？也非常不稳重啊。我并没有觉得因为他的存在，我的这个国格也好，人格也好，就受到任何损失了。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事儿。你像那个美国不是有一哥们儿叫金牌讲师嘛，每天跑去要饭，对吧？我又要到饭了，我又怎么样了？那么这个人的存在跟我对自己的认知不会有任何的影响的呀。对吧？他再怎么贱，跟我有啥关系啊？我也不会觉得中国怎么样，民族怎么样，我不会有这种想法的，对吧？这个就反正很奇怪的一个情况啊。这个怎么说呢？我真的觉得，认为学校做得好的这些人啊，就如果是男生啊，这辈子就不要找老婆，对吧？如果是女生的话，这个，
这个反正再去想办法吧，对吧？也就如此了。美国这些 AI 说中文比较生硬啊，这个还好吧。有了 AI 大模型，以前的翻译软件跟智障一样，这是真的。现在拿 ChatGPT、Gemini 这些东西出去当翻译还是非常好用的啊。用了一下 Manus， 觉得还挺好用的啊，但是它的会员费居然比 ChatGPT 还贵，我也是震惊了。这很正常啊，它需要用 ChatGPT 的这个大模型嘛，它其实用的不是 ChatGPT，它用的是 Grok 的大模型，对吧？它需要付 token 费啊，你可能随便聊两句，这个就完事儿了。它跟 Grok 那边可能交流了好几百万字了，那这个你都要付钱的呀。美国敢开放，就有人敢把他们的模型整个蒸馏出来，绝对有人做得出来。这个你别想这事儿。你像咱们盗版 Office、盗版 Windows，就导致中国没有自己的操作系统。WPS 折腾了半天，也是到这几年才慢慢的有点起色，稍微缓过点劲儿来，否则根本就没戏，对吧？国产工业软件为啥不行？AutoCAD 这东西随便盗版，那你再做 CAD，你做了半天谁用你的玩意儿，对吧？你人家盗版了零成本，这玩意儿就没法整啊！你会做，但是永远成熟不起来。所以呢，你不要觉得啊，我开放了我就去抄，抄了得有人用啊，你得卖得出钱来才行啊！你卖不出钱来谁抄啊？谁费这劲？我也觉得，如果一线大模型开放使用，包括允许谷歌全家桶进来，中国国产模型和 SaaS 要死一大片啊，这个是绝对的。一针见血啊，这个感谢。我觉得这是把私人的事情上升到公众层面，典型的爱管闲事儿特性。这个还真不是管闲事儿，这种呢就是一帮自己又坏，然后这个道德极其败坏的人，在这个人前去装伪君子，然后要求别人做成什么什么样，对吧？绝对是这样的一帮人，就是大连工业大学这帮人就是一帮道德败坏的伪君子啊！我就可以在这说啊，这个话我可以敢说，没有任何问题。老范的观点竟然和我惊人的一致啊！但我不敢说啊，怕被群起而攻之。你是男性啊，这个没有任何问题。这国格也太脆弱了，这样就破损了啊！这个是，这个反正咱们就看吧，只能是扬眉吐气，中国人娶外国媳妇儿啊！这个只要中国人啊，中国女的嫁给老外了，就是崇洋媚外，对吧？只要这种东西还在这儿，那这个中国女性就不用嫁了，就这样吧。国格，川普现任老婆第一夫人还是外国人规划的，太没国格了啊！这个，那川普算为美国争光了嘛，对吧？这个，他老婆是梅拉尼亚，是拉脱维亚还是哪儿的人嘛？啊，那边丢人了，对吧？那边有辱国格了。你不敢说，我敢说啊，是这个怕什么？token 很贵的，这是他们的运营成本，免费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这块儿，我今天也在跟有一个朋友吧，叫 Lucy 啊，也在跟他在聊这个事情。他是新加坡一个基金的这个叫入驻企业家吧，呃，就是 Manus 还是有他的问题啊，但是这个不太适合在这儿说。因为我这几周实际上都在思考，由 AI agent 去做交易的事情啊，就一直在思考这个大的话题，所以上周的，这个会员视频也没有去做，所以我一直准备去做一些比较大一点的这个会员节目，把最近的一些问题思考清楚，包括 Manus 的一些商业模式的这种判断啊，这个我准备去录一些比较大的会员节目。除非 AI 民主化啊，这个 AI 民主化这件事儿呢，我觉得是个伪命题。啥叫 AI 民主化？谁也说不清楚。那学校的校规挺可笑的，把国歌跟校誉并列为一条，笑死了。哎呀，就是一帮老顽固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而且我感觉越是去讲这些玩意儿的人啊，自己一定是男盗女娼。有了 AI 以后，维基百科都不怎么看了啊，有事儿直接问啊。我现在连谷歌都不怎么用了，有事儿直接问，都不关心这事儿。网上今天这事儿，明天那个事儿啊，这个，哎，有些事儿呢就不太适合说，那怎么办呢？
那也就只能如此了。大连工业大学出卖自己的学生，这个立道德法庭啊，真的是道德败坏。就这个里头呢，也不能说大连工业大学怎么样，一定是里边有人特别坏，对吧？这个就跟咱们前面一开始讲的这个，什么来着？一开始讲的这个，娃哈哈这个事儿一样啊，就是所有的族长啊，就是家族的族长，都是道德楷模、道德标兵，然后自己男盗女娼，然后要求别人成为这个道德标兵，全是这么样一帮人。因为道德的标准在他手里啊，他们是规则制定者，所以这些人是让我非常非常讨厌的。就是为什么前面咱们讲娃哈哈这案例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讨厌这个叫做谁呢？宗馥莉这个事情，对吧？他作为一个企业家，把企业做成什么样，那没问题啊，那是他的这个能力问题啊。但是呢，他去突破法律的极限啊，然后呢，用这种道德绑架和这种古老的这种封建残余去绑架香港法庭这个事情，非常无耻。斯洛文尼亚好像是啊，这个好吧，因为这个我就光记得他老婆叫梅拉尼亚啊，但是具体是哪个国家的没什么印象。我想起有法国人因为马克龙的老婆是他老师，而且太老觉得有辱国家形象，不知道属不属于相同的现象。我觉得这个其实法国就是有些人觉得这样，有些人觉得那样，它也是自由嘛，法国也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嘛。你看这个法国的奥运会开幕式上，简直是不忍直视，对吧？也有很多法国人觉得，哎呀，这就是真爱。而且法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对吧？能把它选上，就说明大部分人是接受这件事。如果大部分法国人接受不了，那他选不上啊。当年读大学的时候，学校一边鼓励结婚，说办结婚证加学分，结果有一年中纪委来学校视察学生会，那帮这个什么居然在学校视察要求不准在情侣学校拥抱谈恋爱，这个哎，就是运动式整治嘛，运动式整理就是这样的。说起这个大学，我就想起老高好像是大连理工的啊，他是在大连工业大学还是大连理工，我想不起来了啊。这个我没有去确认这个事情。大连理工前一段时间还把老高开了啊，好吧，挺开心的一个事情。AI agent 是做大学辅导员和校园纪律委员会嘛？能做这个吗？啊，这个轮不到他啊，因为这是权力，权力是要握在人手里头的。法国老少配很普遍啊，这个是。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个报道，说法国40多岁女人非常吃香，很多20、30岁的男人都喜欢，这个就不了解了，这个事儿没看过这篇报道。好啊，这个线上的评论也都读完了啊，然后你们这个如果没有什么别的评论的话，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这里。然后预告一下，明天上午10点啊，我跟土拨鼠跟大家去直播讲这个土基熔岩堆啊，中国可以有2万年都用不完的电，而且现在中国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发电的国家了啊！我们现在整个电气化率已经是全世界最高了，我们现在正在奔着电气化国家的方向前进，对吧？那么明天上午直播讲这个啊，至于这个数字这个围墙的这个事情的话啊，这个会员同志们现在就可以看了啊，非会员的礼拜5早晨8点半去看。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啊，然后我看后边还在讲什么啊？今天被 Kimi 坑了2次，先是早上给我推荐了一个伪装成所谓官方工具的 CAD 修复工具，下午查 WPS 会员权益给了我一个完全相反的答案。这个我是 Kimi 用了一些它的 API 啊，我没有用 Kimi 的这个搜索引擎啊，这个或者它的聊天工具我是不怎么使的。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